Hello，大家好，我是Simon阿文，很高兴来到 Blender Fest，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Blender 油画工作流。首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其实我的本职是一名发布会的 PPT 设计师，我并不是 3D 设计师。在2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接触了 Blender， 然后就一直玩到现在。我的作品是以油画风格为主，然后很荣幸的在今年的 Blender 3.6 的 Showcase 上，我的作品也被收录进去了，而且还跟着 Blender 参加了很多大会，确实是我的荣幸。那么在今天我会详细的把我整个工作流的一些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分为4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些大佬大神们的油画工作流是怎么样的，然后第二部分才是我自己的菜鸟工作流是怎么样的，然后最后的2部分主要是要分享一下我平时用到的一些资源。所以今天涉及到的知识点有点多，而且不会是全是操作为主。那大家能从这次分享里面获得什么呢？第一点就是你能获得一个非常适合入门的油画工作流，第二个就是你有用不完的艺术素材资源这是我的强项，我非常的擅长收集这些免费可商用的资源。在课程当中我会进行一些案例的演示，大概是从这3个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里面选择一些知识点来跟大家分享。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回顾一下我们学习 Blender 的过程，相信大家很容易就在开头的时候就开始畏难，看到一些复杂的节点，看到一些优秀的作品，我们就开始害怕。那为什么我会选择先模仿印象派呢？这也跟我的畏难情绪有关，因为相比其他复杂的画派而言，印象派实在是太简单了。我们简单的看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了。当其他画派画的房子是这样的时候，印象派它的房子是长这样的。那当其他画派画的人是长这么精美的时候，那印象派画出来的人是长这样子的。当其他画派画的树是这样子的时候，那印象派的树是怎么样的呢？是这样子的。那看完这些作品的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印象派的作品它好像对建模的要求它并不高，那对于我们这种刚入门的菜鸟来说其实是非常友好的。虽然上面这样的对比是并不科学的，但是对于我们菜鸟来说已经足够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始。因为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且有成就感的开始，我们就能继续的走下去，打破我们的畏难情绪。既然我们选了模仿印象派的画风，那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我没有先开始动手，我是先做了一些研究，我先去看一下那些大神他是怎么在 3D 世界里面做油画的。所以我们先进入到第一部分，专业人士是怎么用 Blender 来做油画的呢？关于这部分，我简单的总结了一些制作 3D 油画效果的常用解题思路，大概有3种。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当然就是手绘了，直接在模型上画画。我记得有一部非常有意思的纪录片，他采访的是双城之战的设计师，他就问了，你们是怎么把动画里面的材质做得像画一样的呢？然后那个设计师就非常苦逼的说，当然是用手画呀。对，如果你是一名绘画高手的话，我非常建议你是直接在模型上面直接去绘画。其实在 Blender 圈子里面有很多大神就是这么做的比如说这位大神，他在 Twitter 上分享了很多类似的工作流，他是直接先建好一个模型，然后直接在上面进行一个纹理的绘制，看质感非常的强。还有另外一位大神我也非常喜欢，他叫卡库应该也是日本的一位艺术家，他非常的擅长这些水彩画的绘制。同样的，他也是直接在 Blender 模型上面通过一些非常好看的笔刷绘制出一些水彩效果。所以专业人士如果你会画画的话，我是很建议你首选这种方式，因为它的质感是最好的，出来的效果也是最好的。大家看卡库大神的这最终的成品，如果你把水彩笔刷换成油画笔刷的话，相信你也能得到非常棒的一个效果。
但是虽然我知道这种方法非常厉害，但问题是我不会画画呀，我是一个手残选手完全不会画画。那怎么办呢？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什么解题思路？另外一种解题思路就是用程序化的纹理来模仿油画质感，再搭配一个几何节点来做出各种各样的油画效果。听起来好像有点绕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就知道了。我的好朋友 Alan 他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材质设计师，还有几何节点大师。他曾经就做过一个油画滤镜，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非常好，非常吓人，而且它几乎是实时的。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的灯光移动，油画上的这个质感也会跟着移动，而且它对建模对模型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它是先渲染出一个平面的画作，然后在画作上面根据模型的样子来分布这些笔触，非常的美观。还有另外一位大神的作品也非常的惊艳，他也是通过几何节点和这个程序化纹理来模拟出这种非常逼真的油画笔触，我放来给大家看一下，也是特别厉害。但是因为他们都是高手，所以在我打算去向他们学习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的节点数是长这样子的，我一下子就看懵了，我实在是整不会所以看完他们的作品之后，我选择直接买下来。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如果你非常喜欢，你直接买下来直接用就好了，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但是在我们的心里还是会暗藏着一种想法，我们总是想学会这种油画纹理、油画风格，我们想自己做出来。那有什么方式是比较适合我们初学者的呢？我还真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我们菜鸟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图片纹理。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直接跳过那些用着色器来模仿油画纹理，跳过那些用几何节点来做出油画笔触的那些步骤。如果我们直接找到一张或者若干张这样的油画笔触，我们直接把它贴在模型上，那是不是瞬间就能模仿出油画的笔触效果呢？而且找这些纹理素材本身就是我们设计师非常擅长的一个技能点，所以这题我会于是我就进行了一个探索出一个我自己的工作流。下面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如何用这个图片纹理来模仿出这个油画效果。首先，图片纹理做油画效果的第一种小方法就是我们直接用这个纹理贴片，也就是用一些透明的 PNG 图片贴在模型上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看就知道了。假如你下载到了一张这样的 PNG 图片，然后你要把它贴在一个球形上，其实你简单的用一个粒子系统就能把它分布上去。比如说这样子，当你把一张张这样的 PNG 图片贴在模型上的时候，虽然现在看非常的乱，但是如果你把它的这个白色背景抠掉，是不是瞬间就有了一种好像油画笔触画在这个模型上的效果了呢？那假如我再把这个球体本身给隐藏掉，好像有那么点意思了，但是这个笔触都长一样，非常的无聊，那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大小，甚至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旋转，看是不是瞬间好像就有那味了。你只要把旋转调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些笔触就好像在一个 3D 空间里面分布在这个模型上面一样。如果你把这个笔触稍微的弯曲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再修改一下它的旋转，你就会发现这个笔触会随着这个模型的变化而变化，非常的神奇。那当这个笔触恰好的贴合这个球面的时候，那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棒的入门级的 3D 油画方案，直接用粒子系统把这个透明的 PNG 分布在 3D 球体上面。那知道了这个原理之后，你再来看我的这些作品，是不是瞬间就看明白了我是怎么做的呢？没错，非常简单，我只是用若干个这样的透明的 PNG 把它弯曲一下，同样的分布在我的苹果模型上而已。这个素材也很好找，你直接 Google 就能找到很多，
但是大家注意一点的就是尽量的直接我们找到这个透明的 PNG，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方法。我们除了可以用它来模仿一些油画效果之外，我们还可以用来模仿什么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甚至可以用来模仿一些水墨效果。这是我做的一个水墨马，其实它的原理跟刚才的苹果是一模一样的，流程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找到一个马的模型，或者是你自己建一匹马，先给它一层这样的水墨材质，大概就是用了一个层权重来调出这匹马的一些勾线的效果以及里面的水墨效果。那有了这匹水墨马之后，我们怎么给它加笔触呢？一模一样，我们先找到一个刚才那样的 PNG 纹理，我们只需要把它处理成黑白，然后再用粒子系统分布在这匹马上面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我们就能得出来一个这样酷炫的水墨马的效果。怎么样？大家可以回去自己去试一下。那以上就是我常用的第一种画 Blender 3D 油画的方法，但是后来我发现了这种方法有一个弊端，就是它用 Cycles 的时候，它笔画与笔画之间穿模的效果比较容易被看出来，就会显得穿帮。那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那我们来看第二种图片纹理的使用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无缝的纹理。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非常偷懒的观点，但非常实用。既然我们要模仿的是油画，那为什么我不直接去原画上面去截取纹理呢？那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尝试去梵高的原作里面去找各种各样的纹理了。我们只需要下载到一个足够高清的版本，然后把它裁剪一下，然后我们就得到一张普通纹理。但是刚才也说过了，这种普通纹理我们是很容易看到这个缝隙的。那怎么去掉这个缝隙呢？我们只需要做一些处理就可以了。其实有很多方式把一张普通纹理变成一个四方连续的无缝纹理。下面我推荐两种我个人用的最多的方式。第一种就是直接用 Photoshop 的纹理预览。到底怎么操作呢？我们一起来演示一下。好，我们用 Photoshop 打开这张纹理，这样普通的纹理，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View 这里找了这个 Pattern Preview， 就图案预览，我们点一下，它瞬间就会变成一个平铺的状态，我们就可以基于这个平铺状态对这个纹理进行一个编辑了。很简单，我只需要比如说取纹理的其中一部分，选择一下羽化一下边缘，这样比较好分布，5像素就差不多了，点一下 OK，Ctrl J 就可以把这块给复制出来了，就可以把它复制出来。这块有什么用呢？我们是用来盖住这些边缘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旁边这个纹理的变化。当我在尝试着复制各种小块去盖这个边缘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硬边好像真的就消失了？大家看，我再缩放一下，我打个组给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是不是瞬间这个纹理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无缝纹理了，无缝的链接了。但是这些小细节大家还是可以去精修一下的。比如说这里它可能漏的不够多，你可以就给它加一个蒙版，用这个画笔简单的把它擦回来。这个笔刷大家可以在这选一个干质的画笔，就让这个蒙版能保留这个笔触的效果就这么简单的处理一下，你就拥有了一张可以无限平铺的无缝纹理了，就这么简单。好，这是第一个方法。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更加的简单粗暴，我们可以借助一个 AI 的无缝纹理工具，它其实没有名字，它其实是一个叫 Thomas 的开发者开发出来一个开源工具。你直接把纹理上传上去，点击一下按钮，它就直接把所有的缝给去掉了，特别简单。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打开这个网站之后，选择我们的纹理，选择完之后它会有一个覆盖区域，这个蓝色它到时候会直接生成，你也可以直接调整它你要覆盖多少的边缘区域，一般来说默认就行了。然后直接点击这个 Compute， 然后再等一会，纹理就出来了。出来这个长得好像跟原来差不多，那怎么验证它是否无缝拼接呢？这里有一个预览，
它会生成一个2×2的纹理拼接，看是不是非常完美，非常完美。这个甚至比我 PS 自己 P 还要方便，就是这么简单。让我们直接 download 这个 result 就能下载下来一个非常好用的无缝纹理了，就这么简单。在处理这个无缝纹理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遇到一个情况，如果你找到的名画它的像素不够高，通过这个工具你就能直接把一张很糊的纹理图片变成一张高清的纹理贴图。所以在这个工作流当中，你可能用到很多这样的辅助工具，但说实话它真的比我们直接在 Blender 里面做要快得多，而且方便得多。而且有了这些纹理之后，你就能建立一个自己的纹理库了。比如说我有一个爱好，我经常会去名画里面截取一些我未来可能用到的这么一些纹理。比如说在梵高的这幅画里面，我截取了局部，生成了一个这个笔触感非常强的无缝纹理。再比如说这幅，我也截取了它天空的局部，作为一个这样的蓝色纹理。在我们接下来的海面案例里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的无缝纹理怎么把它贴在一个海平面上面，让它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呢？動画の途中ですが、ここで CG ワールドよりお知らせです。今月3月28日土曜日、29日日曜日の2日間、シリーズ第6回目となるブレンダーフェス 2026SS を開催します。モデリング、コンポジット、ジオメトリーノード、AI 活用など著名ブレンダーアーティストによるテクニックやワークフローを学べるセッションを全16セッションご用意しています。現在、早期割引チケットも販売中ですので、ぜひ概要欄のリンクからチェック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引き続き、ブレンダーフェスセレクション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好，我们就用刚才的那张蓝色的纹理来做一片简单的海洋试试。首先我们新建一个平面，然后在修改器这里添加一个 Ocean 阳面修改器。这些网格太碍事了，同样的我取消一下显示。海面其实我并不需要它这么大，我可以把它缩小一点，它细节就会出来很多。这个海浪这里我也可以调整一下，让它的海浪更加的明显。 OK， 大概就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海洋它怎么动呢？相信有经验的同学都知道，它是通过时间的位移。那么在 time 这里我们就可以输入一个非常常用的控制器 frame， 然后输入了之后，它每一帧就会不断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的有点快的太夸张了。我们尝试一下给它一个速度，我们减慢一下它的速度，比如说我们给它降50倍。我们在点空格播放的时候，海洋的感觉好像就出来了。好，有了海洋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个天空。天空也非常简单，把它旋转90度，然后把它放大一下，记得 Ctrl+A 应用一下这个缩放，然后再把它挪到这个海后面。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建立一个镜头相机，也就 Ctrl+Alt+0， 然后就可以把相机给锁定了。水印到这么一个画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布局。让我们直接跳到预览模式我们这次在预览模式做就好，这是一个演示。我们新建一个材质给这个海洋平面，再把刚才的那个纹理，刚才的这个蓝色的纹理拖拽进来。那么先把它的颜色连上它，然后瞬间油画感就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纹理进行缩放，一张纹理是肯定不够的，我们需要让它平铺，然后我们选择 Ctrl+T， 选中这个纹理 Ctrl+T， 这两个面板就会出来了你可以调整里面的参数，我们用的最多的肯定就是调整它的 scale， 缩放它，但是它的方向不是我们想要的，那我们就可以让它旋转一下。其实到这一步为止，我们点击一下播放，好像就有海的那么回事了，是吧？所以我们接下来只需要做一些若干调整就行了。如果你对这个纹理的颜色不够满意的话，有一个我非常常用的调整颜色的方法，就是调它的色相、饱和度等等，它这个 0.1 就会调得很猛，
所以我一般是 0.51 或者 0.4 几这么去调整它，比如 0.52 看起来还不错。还有调一下它的饱和度，好像浅一点好看一点。再比如说这个 value， 这 value 我就不动了。它对比度好像有点弱啊，这也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招，我们可以把这里在 log 这里把它的对比度改一下，比如说 high contrast， 你看一个像模像样的油画海好像就出现了。那后面的天怎么办呢？后面的天同样的处理方式，我们选中它，新建一个材质，我们可以把刚才生成的另外一张纹理，这是我常用的一个纹理，也是拖拽进来，给它弄一个天，同样的处理方式 Ctrl T 给它进行缩放，大概这样子应该就差不多了。也是把 HUE 色相饱和度调出来，调一下它的饱和度，或者让它更亮一点，一个像模像样的天就出来了。那为了让它更加有画面感，会更加的有镜头感，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也很简单，再教大家一个技巧。抱歉，刚才 EV 的时候忘了勾选这些，这样的纹理可能会它的阴影可能会更加的强烈。 OK， 如果你希望这个海面它能反射出一些阳光或者天空照下来的那些高光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作弊的处理。比如说把这些白色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白色的自发光，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要把这白色的区域提取出来，怎么提取呢？首先我们需要一个颜色渐变，我们需要一个黑白关系来预览一下这个纹理本身哪些是高光区域我们想要提取出来的。我们只需要拉动这个杠杆，你看这个白色区域不就瞬间出现了吗？现在的解题思路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白色的区域填充为白色自发光，那这片海不就亮起来了吗？这个区域不就亮起来了吗？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加入一个 mix shader， 我们需要这个关系是用来调整它的参数的，调整它的黑白关系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只需要把我们希望白色的部分是一个白色的自发光，我们来连一下，它就发光了。我们调整一下亮度，它就亮得非常明显了。剩下的呢，剩下这个区域当然是连回我们的海洋纹理。那这个时候一片发着亮光的海洋纹理就出现了，但是好像乍一开始有点假。那我再给大家教大家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我们可以利用镜头的景深来遮挡一些，来制造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镜头感。首先我们把浮标定到一个海面上啊，随便，你要新建一个空物体。新建完空物体之后啊，熟悉的同学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了。我就要把相机的景深开起来，要把这个景深对焦到这个空物体上。乍一看没什么，因为我们需要调它的这个 f-stop。当你把它调小之后，怎么样？就那种镜头感是不是已经出来了？那你再点击播放，好像就这么一片非常带感的油画海就出来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我们甚至还可以做一些纹理上面的移动。因为只用这个 Ocean 修改器来挪动这个洋面可能还不够，你甚至可以人为的给这些波浪的纹理加一个 Y 方向的移动或者 X 方向的流动。所以还是老技巧，在这里添加一个 frame， 不好意思 frame 除以一个随便，先给它一个速度，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像有点太快了，那就80除以80，还是有点快，120好像差不多。同样的套路，我 Y 轴上也做一些移动试试，比如说 Y 轴加给个50，好像又有点太快。对，就这些参数大家可以根据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大家具体去调。那么一个非常简单的油画海就出现了。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像海，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加上海浪的背景音乐，看是不是一下子那个海的感觉就出来了？这么简单，无缝纹理非常好用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我们如果在俯视看的话，这是一种很蠢的方式，但是你回到镜头里面看，
就是像那么回事。当然了，无缝纹理的应用绝对不仅仅如此，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你自己的一种程序化纹理，就是你任何的纹理都可以搭配这个无缝纹理去使用。比如说大家可以看这个案例，这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小场景，我就是把这个无缝纹理跟一个能反射的这么一个弧面进行一个结合，然后它就能反射出天上的那些 HDR 纹理了，然后就会有了一个变相的这么一个流动的海的这么一个场景。其实非常简单，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跟大家完整的演示整个场景怎么做，但是我给大家一些非常有用的小技巧。我们来看这个海面怎么做。OK， 打开 Blender， 我们同样的新建一个平面，我们先把它放大5倍吧， Ctrl A 应用一下缩放。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类似反射水面的这么一个材质。这个材质其实也有一种非常简单的制作方式。首先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预览模式吧，在预览模式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新建一个材质。那反射怎么出来的呢？它其实用到一个叫glossy， 对，这个光泽，我们直接把它连在上面，再把操度降到最低，你看这个反射面是不是就出来了？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水面效果。当然现在不像水面，那怎么让它更像水面呢？我们只需要在 normal 这里给它加一个纹理，加这个 Musgrave， 对，好，这有点乱了，我们选一个 BM 还是什么？sorry， 我知道了，在连到 normal 之间我们要加一个凹凸纹理，再把它改成 high， 这个时候应该就差不多了，就出来了。这个有点过于强烈，我们就把这个强度给缩小。这个水面也是，我不需要它那么的强烈，我们可以把这个 scale 弄成这样子。好，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水面就出来了。如果你想这个水面产生动画的话，也很简单，同样的选中纹理 Ctrl T， 我们只需要修改这个纹理的一些位置就可以了，就随着时间变。当然同样也是那个 frame 的那个技巧，你会发现随着这个时间，如果 Z 轴发生变动的话，这个水面是会动的。所以我们同样的思路除以，比如先给它个100，你点击播放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极其简单的水面就这么出来了。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把一张无缝纹理链接到这个水面当中呢？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要简单的多得多。大家看到这个 color 吗？我们修改颜色的时候，水面的颜色其实会变的。那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个 color 改成这个图片的，会怎么样呢？所以我们把刚才这张准备好的图片导入进来，连到这个 color 里面，你会发现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它就直接铺上去了。但是它铺的有点丑，怎么办呢？同样的，我们对着纹理 Ctrl T，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缩放，我们让它更加的密集一点。 OK， 密集了之后，我们需要这个纹理更加的亮。怎么让它变亮呢？有一种很简单粗暴的方法，还是调色相的那个节点，我们可以直接把 value 给拉高，操度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的高一点点。 OK，但是你会发现好像这个没有很好看，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 HDRI 不够好看，这个时候只是反映了它周边应该是一个森林的这么一个场景。如果你把它换成一个大海的场景呢，它会长什么样呢？所以我们可以给它换一个 HDRI 纹理。怎么换呢？时间关系我就不带大家去这个 Polyheaven 上面去选了，上面有很多非常好看的 HDRI 环境纹理，大家也可以下载他们的插件我就有一个他们的插件，所以我可以非常方便的给这个世界换各种各样好看的 HDR 纹理。我切换到这个上面去，我给大家看一下。假如我们换一个云比较多的 HDRI， 这个场景会变成什么样呢？比如说这个，大家看到了吗？这个云就会被投影在上面，是不是非常神奇？如果我们再对这个
因为我们再对水面的纹理做一些处理，我们可以变得慢一点，大家看到吗？就是这样的水面效果就出来了。假如你在做一个大海的场景，而且这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比如说如果你在这里新建一座山或者一个物体，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倒影。比如说你新建一个山，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山没有倒影呢？因为我忘了开这些，忘了开屏幕空间反射。看到这个山的倒影了吗？可能不够明显。我们换一个 HDRI， 看到了吗？你会发现这座山的倒影它也是可以被这个纹理填充的，特别神奇。这就是无缝纹理的好处。但如果你不想这个纹理就近大远小的话，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把它的这纹理坐标从 UV 改成窗格，这个时候就很友好了，所有的点的密集程度都非常的统一，这就有点点彩画的那个效果了。所以我的那个场景就是这么做出来的了，就是一个正在抖动的这么一个海面，加一个正在移动的 HDRI 纹理，再配2座山，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模型，或者比如说我自己造了一艘船，我把它放在湖面上也能做出一个这样的效果。如果大家看完这些案例手痒的话，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无缝纹理真的是我整个工作流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在我整个油画工作流当中，还有什么是必不可少的呢？那肯定就是几何节点了。但是因为今天是一个面对初学者的分享，所以我不打算讲特别深，我就讲一下我是怎么制作一些这样的几何节点小工具的。我们就以一个这个梵高风格的树的这么一个生成器为例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树的生成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梵高风格树的生成器。时间关系啊，这个纹理我就直接准备好了，其实就是跟苹果那个案例里面的纹理是一模一样的，我只是对它颜色进行了调整而已，改成了绿色。那怎么通过几何节点来做一个树的生成器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树，它其实结构非常简单，它有点像一个扭曲的锥形，所以我们的解题思路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用几何节点做一个扭曲的矩形，再把这个叶子分布上去就可以了。好，我们模式回到物体模式，上拉菜单，我们先新建一个平面这个平面是我们几何节点的容器，要在几何节点这里我们先切换到几何节点，要在几何节点这里新建一个。刚才说了，我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锥形而已，所以我们 Shift A 插入一个锥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一个所谓的锥形生成器，因为通过这些参数你可以调整它的高度，你可以调整它的底部的宽。要大家想象一下，当这个锥体扭曲起来的时候，其实就长得有点像我们梵高那个树了，所以我们只需要让它扭曲就可以了。我们 Shift A 首先就是把它的位置调出来 Set Position， 然后你会发现在 Offset 这里你可以通过 XY 轴的参数来调整它的偏移，然后我需要它偏移的更加扭曲，所以我们加入一个 Noise Texture 就可以了。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尝试着把这个纹理连到这 offset 上面去，好像不太对，为什么呢？我们去到这个把它网格打开，大家就会很清楚了。因为这个锥体的水平方向就没有任何的线，所以它的扭曲就出不来。这个时候也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水平方向的细分给打开。我先把这个切掉，给大家看一下，我把它的水平的循环线给开启，并且多给几个。那这个时候我再把这个 Noise Texture 连上去，它好像就像那么回事了，但好像有点太猛我们回到这个模式，有点太猛，我们就把它相对的弄弱一点，差不多就这个样子就出来了。高度我们也可以弄高一点，我们还可以让它叫什么平滑着色，其实没必要，因为到时候直接把
这个树叶分布上去就行了。但是你会发现整个锥形它偏离了原点，它就往外飞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几何节点里面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操作技巧，就是我们如何在连接 noise texture 的时候不让它飘出去，我们只需要把它进行一个归位就行。在矢量方向上，我让 x、y、z 轴都减掉 0.5， 它就回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规的操作。回来之后，那这些强烈程度我除了可以控制这个 scale noise texture 里面 scale 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再新加一个。如果你想等比的控制它的程度的话，你调这个也行。大家看到吗？然后来这微调纹理，然后用这个 scale 来调这个突出扭曲的程度。这些参数具体因为我也没记过，我都是现调的，所以大家有需要的一个一个细调就好了。时间关系啊，我们做的差不多这样子应该就够了。 OK，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分布这些树叶上去了。怎么分布？很简单，就在这所有的面上面 distribute points on face， 对，在这个几何体上面生成一大堆的这些点，然后密度就随你挑选。我们想象一下，只需要把这些点全部替换为树叶就可以了。怎么替换呢？还是用到一个节点 instant points on face， instance on points。 你会发现连上去之后不见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 instant 上面没有东西替换那个点，所以它现在是空的。假如我把这个两个树叶的合集拖拽进来，然后再把这个合集连到这个 instant 上面，你会发现这个树叶就出现了，但是现在有点乱啊，别着急，我们先勾选一下这个，因为它错位了，然后我们再可以勾选这个 pick instance。 我们去到预览模式看一下，这个时候它就非常按照原来树叶的方向就面对着我们来分布这个树了。首先我们调一下大小，大小有点夸张了，大概长这样。但是我们是需要这些叶子，不要这么死板的面对着我们。有好几个方法啊。第一个方法当然就是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rotation， 连一下这个 rotation， 你会发现好像也不太对，它好像就直接跟它的发线给平行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有一个节点叫这个，是用来对齐的 align order to vector。我们可以试一下把这个 rotation 连到这里，我们尝试这么连试试，再调这些参数，看哪一个是最合适的。甚至你可以把 normal 连在这试试，有点意思。你会发现其实我也很菜，我每次都是挨个参数去试，调了一下这个好像还差不多，我们还可以调一下密度。但是目前来说，这个树的大小因为树叶的大小是一致的，还是会有点死板。那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什么呢？可以调整这个大小 scale 在一个随机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把它拖拽出来，连接一个 random value。 刚才断之前是 0.16 是最大，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在 max 这里输入 0.16， 然后最小这里我其实不需要它这么小。参数真的参数都是见仁见智的，都是调到哪个舒服你就用哪个就好了。 OK， 差不多这样子，一个类似梵高风格的树基本上就完成了。我可以多来点叶子，差不多。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简单的生成器就这么出来了。你不仅可以调整它的高度，你还可以调整它的下面这里，你甚至可以控制它的叶子的大小。所以大家看到我那个工程文件里的这个树就是这么出来的。弄好了这个生成器之后，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导出或者保存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树的生成器的一个雏形。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把你想要的参数，你未来要用到的这些调整的参数，比如说这个 scale 我是要用到的，还有这个等比缩放 scale 也是要用到的，
这些东西我都希望调整出来。那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全部连到这，把你用到了所有的参数。假如我用到了参数就这4个，连了这4个参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4个参数都变成在外面了。换句话说，你自己就造了一个梵高树的生成器啊，它长这样。里面的命名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命名，比如说这个是树高，然后这个底部半径，还有这个是 noise 等等等等，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调，那有了这个生成器之后，你就可以批量的做这些树了。怎么做呢？很简单，选中它 Shift D 往旁边一挪，你就可以通过这些参数造任何完全不一样规格的这些梵高的树了。它的复用率是极高的，比如说这样子。OK， 那这么一个梵高树的生成器就出来了。如果你把它换到 Cycles 上面，它细节就会更加的丰富了。大家看，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节点，你就能做出来这样子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神奇呢？这就是我的偷懒大法。所以你在看我这些工程文件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其实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些小生成器组成了这么一个小场景，包括后面这些山也是。大家思考一下，这些山怎么做呢？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纹理特别眼熟？它其实就是通过刚才的，说白了，它其实就是通过刚才的这张纹理，通过修改不同的颜色分布在一个山体上面而已。它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你只是通过颜色的搭配要搭出来最后的这一个小场景。下面所有的这些树都是用我刚才那种方法生成的。今天所有的这些知识点的串讲，就是为了告诉大家，我们初学者通过一些正确的方法，也能快速的做出一些我们想要的效果，甚至这些效果远超你的想象。同样的，我们来换另外一个场景看一下，也是一模一样的套路。你会发现我用来用去都是这几张纹理，雷打不动的这些纹理，但是它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就确实能搭出很多梵高世界里面的这么一个场景。你看，还是这样的树，刚才我们做的那个树的生成器，还是这样的无限平铺纹理，看，就是这么简单。当你知道这些技巧之后，再去看我的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也能做到。所以今天我想教大家的，并不是想大家炫耀我到底有多厉害，我想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你们可以有多厉害。好，关于操作部分我就只讲这么多，接下来我会进行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艺术资源的推荐。首先就自荐一下，其实我在 Twitter 上发布过很多油画风格的作品，其实这些作品我都会把油画的原文件都上传到 Gumroad 上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很多都是我的平时的一些练习，因为我觉得自己刚才也看到我的工作流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厉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分享就是艺术资源的分享，因为我在我的工作流当中我用到了大量的这些艺术作品，但其实很多这些艺术作品它都是开源的，并且你可以对它进行编辑的，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那这些开源的艺术作品我们应该去哪找呢？这里我大概分成了3部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部分就是一些通用的艺术品超清原图，我们应该去哪搜呢？推荐大家几个网站，第一个叫 WikiArt， 大家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艺术品的维基百科，你在上面能下载到不同时期不同艺术家的很多作品，而且它收录的非常的全。这个 WikiArt 的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这个网站上直接搜你喜欢的艺术家，或者你在浏览下面这些小编推荐的艺术品的时候，看到一幅你特别喜欢的作品的话，你其实只需要直接的点进去，比如说我点进这一幅，它这个页面就会列举它的详细的信息，包括这个作品的介绍，包括这个作家以前的所有的这些作品。更重要的是大家可以看这个标识，
这个标识就 public domain， 也就是你可以对它进行自己的编辑，甚至进行商用都无所谓。大家可以看这个 view all size， 你就能下载到各种版本、各种尺寸的大小。很多时候我们用来做纹理的截取的话，有些大小已经够大了，如果不够大的话，还是那个知识点，我们用那个 AI 放大器不就可以了吗？那除了 Wikiart， 我们还可以在另外一个网站上找到免费可商用的艺术品，就是大名鼎鼎的 Unsplash。 有同学可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免费商用图库，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它上面有很多公共的博物馆和图书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打开 Unsplash 之后，你怎么才能找到那些公共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呢？很简单，你直接搜 Museum， 你把这个搜索卡切换到用户 Users， 你会发现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博物馆，在 Unsplash 上面居然有自己的账号，随便点进去一个看看，你会发现居然有这么多质量这么高的艺术品都是免费商用的，随便点进去一下你就可以进行下载了，下载的基本上都是原图，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可以换一家博物馆看一下，同样的在这里各种美术馆、各种博物馆你都能找到，各种画风你都能找到，而且清晰度非常非常高。放大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是不是特别有用呢？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再推荐你一个地方，就是 Google Art。 这是 Google 旗下非常有名的艺术科普网站，上面收藏了大量的极高清的这样的艺术品。比如说这个星空，你发现放大的时候可以放大非常非常多倍，你可以看到即使我放到这么大还只是 67% 而已，所以它的清晰度是非常夸张的。但是 Google 对这些艺术品做了一些下载上的保护，那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2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既然它的艺术品这么高清，如果你需要选取纹理来截取的话，你其实直接屏幕截图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想把原图下载下来的话，我推荐大家一个工具，这工具名字叫这个。你只需要去到这艺术品的主页，把网址复制一下，再粘贴到这个工具上面，点击一下按钮，你会发现它就会自动读取这个艺术品的每一个分块，然后把它加载出来。等它加载完之后，这张图就可以下载了，清晰度跟放大100%是一模一样的。怎么样？有了这3个搜索引擎，你几乎能搜到世界上任何的艺术品了，并且把它下载下来。但其实我们除了可以下载 2D 的艺术品之外，其实有一些雕塑的 3D 文件我们也可以免费的下载下来。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推荐2个非常好用的免费可商用的开源 3D 雕塑资产库。第一个就是这个叫 Minifactory 的这么一个分类，它出了一个系列叫 Scan the World， 上面有大量的艺术品的这个 3D 扫描原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打开这个网站，你会发现上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雕塑，来自不同的博物馆，而且上面可以按照受欢迎程度来排序。我最喜欢的一个分类就是这个公共捐赠的这个分类，也就说明所有的这些模型都是可商用的，而且扫描质量非常非常高。你随便点进去一个，比如说这个大卫，你就能直接下载了，就是这么简单。而且你看它的授权，它都写得非常的清晰，是否能商用或者是否能编辑，这些都非常的清晰。所以我很多练习文件有时候缺一个模型的时候，就会来这个网站上去找。包括大家刚才看到这个演示，也是直接用的 Minifactory 上面的这个 3D 模型。那除了这个网站之外，还有什么网站呢？ Sketchfab 上面也有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系列。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Sketchfab 上面能下载到很多免费的模型，但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是， Sketchfab 它曾经联合过数十家这样的博物馆和机构，它发布了一个文化遗产的开源计划，所有合作的这些博物馆提供自家的藏品的超轻 3D 模型给大家下载，而且所有的这些模型都是 CC0 的，目前应该有2900多个，相信已经非常够用的，而且随便点进去一个都是质量很高的
超轻扫描模型。好，如果你觉得以上的这些资源还满足不了你的胃口的话，那最后一部分我再介绍一些免费开源的博物馆吧。其实有很多博物馆的官网都隐藏着一个非常巨大的开源图库，这部分呢收录了几家我最喜欢的，我就不逐一介绍了，大家自行去逛就可以了。第一家就是芝加哥博物馆，里面有非常多优秀的藏品，很多大师的藏品你发现都是可以免费下载来商用的。大家注意，在筛选这些 CC0 的作品的时候，一定要在分类里面勾选这个 Public Domain。 还有大都会博物馆也是，它也有一个开源分区，大家在搜索的时候只需要勾选一下这个 Open Access 就可以了。其他的博物馆我就不逐一细讲了，比如说这个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上面就能下载到很多荷兰大师的传世名作，而且每一张都非常的高清。还有这个莫瑞泰斯美术馆也是，上面收藏了包括戴珍珠耳环的女孩在内的一系列的大师作品。它的清晰度有多高呢？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很震撼，具体到每一条裂缝。那相信听到这里的大家早就不缺任何的高清艺术素材了，有了这些素材，你就可以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风格化纹理库。以下这个就是我通过那些免费可商用的油画作品创造出来的一个油画资产库，目前还在内测当中，如果哪天我用的已经特别顺手了，觉得它已经足够好用了，我就会免费的分享出来给大家，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最后一部分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些非常值得一看的教程吧，包括以后你要往哪方面去深入，这里我都有一些教程推荐，都是对我影响非常深刻的一些大神。在这部分里面，我推荐的几乎都是跟几何节点相关的一些大神和博主，我按教程的难易程度简单了排了个序。如果你是刚入门几何节点，我推荐你这两位博主。Cross My Studio 呢，它有一套非常系统的几何节点的入门教程，看完那个之后，你基本上就能把几何节点用得非常的好了。如果你需要一些酷炫的案例的话，个人非常推荐 Dunkey 3D， 它的一些教程能做出很酷炫的一些效果。如果你有了一定基础的话，大家就可以来尝试看这两位博主的教程，一位是 Chong 3D， 一位是 All the Worlds。它里面会分享一些比较完整的工作流，每看完一个教程你就能做出一个生成器。我有很多花的生成器、树的生成器，包括建筑的生成器，都是从他们俩的教程里面学的。最后，如果你看过之前那些博主的教程，觉得他们的难度已经满足不了你的话，这两位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大佬，他们随便一个节点你拿来用都能改出一个非常酷炫的生成器。但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中高阶的玩家，所以大家看完前面那些博主的教程，觉得难度满足不了你，再选择性的看他俩就可以了。我最近的很多生成器跟左边的这位大佬学的，包括漩涡云的生成器，我就学他的这个教程，包括海浪的生成器，我学的就是他的这个直播教程。但有一个尴尬的点，就是我可能经常跟不上他的思路，虽然能跟着他的教程做出非常酷炫的效果，但有时候对于我这种初学者来说还是有点太难了。那以上就是关于我整个油画工作流的所有分享，希望对大家有用。经常会有人问我，学这些有什么用呢？其实我也回答不出来。你会发现这些艺术家早在有 AI 出现之前，他们已经被很多粉丝、很多追随者模仿了上千次、上百次。AI 出来之后，他们甚至被模仿了上万、上亿次。但即使如此，我还是很享受在 3D 世界里面重构他们这些天才之作。有时候会觉得站在大师的肩膀上看风景，真美好啊！好，以上就是我所有的分享，谢谢大家。我叫 Simon Lee，我们下次再见，拜拜。